萧炎斗尊期间都抹杀过哪些存在？最后一位竟然是斗帝级别的强者。首先便是陈天南，这老小子在圣丹城的时候就想杀掉萧炎，明知道是木谷老人将自己的儿子弄死了，却还是无能狂怒，先拿萧炎出气。结果呢，最后在远古遗迹中愣是被天妖鬼活活打死了。第二位便是摘星老鬼，我侥幸哥突破斗尊后的第一次血战便是在星陨阁之内，那时的萧炎仅只是个斗尊2星，却能凭借强横的外挂和5星斗尊巅峰的摘星老鬼对抗。此时的萧炎已经是3战摘星老鬼，第一次使用毁灭火莲将其胳膊生生抓断，第二次则是在远古遗迹中和摘星老鬼硬碰硬，那时的摘星老鬼就发现自己已经碾压不了萧炎了。第三次入侵星陨阁时，摘星老鬼可谓是信心满满，势必要在这里将萧炎击杀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此时的萧炎施展天火3玄变之后，已经和摘星老鬼是同等级的战力了，最后使用大天造化掌直接将摘星老鬼送去领了盒饭。第3位和第4位就是魂牙和魂力了。魂力倒是没有什么仇恨值，可魂牙可是遭老罪了。在萧炎刚进入古族之后没多久，魂牙这小子就装叉，和萧炎贴脸开大，表示你祖先萧玄是我祖先弄死的，你和萧玄的结局一样，也会被我弄死在天幕之中。后面的话萧炎可以当没听见，可知道魂牙的老祖宗是导致萧玄死亡的敌人之一，那萧炎可就不会轻易放过魂牙了。熟悉萧炎的都知道，得罪萧炎的只有2个结果，一个是稀里糊涂的就那么略过了，比如那冰尊者，后期不招惹萧炎，压根什么事都没有，兴许还能当个天府联盟的附属势力，可非要联合魂殿对抗星陨阁，那不纯纯的找死吗？还有一种结果就是当场报仇，魂牙就属于这一结局。在天幕之中，魂牙和魂力联手对付薰儿，想要将闭关的萧炎击杀，可萧炎又起身软柿子捏的，联合薰儿将魂力的手臂给弄没了，还满天幕的追杀魂牙和魂力2人。虽然这俩玩意儿都是8星斗尊，但还是敌不过萧炎和薰儿。后来想借着天幕中的魂族斗圣能量体反杀，却被萧玄残魂的一道投影给击杀了，导致2人在天幕中凄惨的过了3年。本以为快能离开天幕了，结果被突破8星斗尊巅峰的萧炎杀了过来，直接一招给2人秒杀了。第5位便是九天尊，这老娘们可以说是萧炎的大仇人。第一件事便是进攻星陨阁，那时的萧炎简直被九天尊完虐了，若不是有药老在场，恐怕萧炎早就领盒饭了。第2次便是花宗的劫杀，幸亏紫妍出事让黑晴来找萧炎，不然侥幸哥又要被九天尊暴揍了。而且在这一次的战斗中，九天尊还要扬言杀掉萧战，虽然萧炎知道九天尊在激他，但说不生气是假的，九天尊早就被列入了必死名单中。最重要的还是第3件事，萧炎在天幕闭关之时，九天尊带领狮明宗围剿玄黄要塞，打自己老婆揍自己的情人，还曾经扬言要杀我侥幸哥的老爹，那我萧炎不杀你杀谁？于是一招大天造化掌直接送九天尊领了盒饭，还顺便把4天尊弄了个半残。第6位则是人蝎子了，药老带着萧炎杀人越货，为了夺取净莲妖火残图，药老将天蝎子和地蝎子击杀，而那人蝎子则是被萧炎的佛怒火莲炸成了灰烬。因为这小子不仅看上了小医仙和美杜莎，还将这2个女人打成了重伤，所以他的死法是最凄惨的一个。第7位妖花邪君，第一次和萧炎相遇是在花宗，联合花锦刁难云韵，其实这事儿也不算个啥，可后面带着九天尊围剿萧炎，外加在蛮荒古域围剿云韵，那妖花邪君不死简直太不符合常理了。他的死法也相当潦草，被萧炎使用金刚琉璃身一拳将其砸成了肉饼。第8位柳苍，天明宗的副宗主，也跟妖花邪君一样，围剿云韵被赶来的萧炎一拳给打死了，小任务没啥可说的。第8位黑衣斗帝的意志，菩提古树在远古时期曾击杀过一位斗帝，但也因此遭到了黑衣斗帝的反扑，被其负面意志折磨了数万年，直到遇到了萧炎才得以获救，连花了20多枚菩提子才将黑衣斗帝的意志彻底驱散。